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歡迎大家觀看這一次的跟我看一下這一次的名字哦。歡迎大家觀看這一次的應許之海的活動故事，耶！這一次，大家好，我是暖暖。嗨，這一次的歌呢，可謂是有意思，不是故事，是抽格，免費100抽。我看一下現在幾抽了，哇，真的是100抽啊！有望啊，這一次的非凡歌，可惜不是雙非凡歌，是單非凡歌，免費贈送啊！這個是時隔幾個月說的了，自從上一次那個過後，對，就是這個，我就沒有說了這句話，盡量去抽吧，是真的非常盡量。所以我的首頁呢，應該也要換一下吧。那個什麼，這個套裝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放大成功出來，所以大家就看看就好吧。我們先來吧。那麼我們現在馬上開始這一次的活動故事吧，開始吧。他太柔軟了，他甚至無法完全掌控來自自己的力量。那麼本就擁有這份力量的，足夠堅定而強大的那個他呢？啊，發生什麼事情？什麼來自自己的力量？而且你演的不是很強大的，就是隱藏什麼秘密的感覺，該不会是周年慶的預告吧？那麼我們來看吧。第一個，離岸極光。冷夜般璀璨的極光自天際垂落，如同一襲奇麗紗幔，為翻湧的海面平貼幾分流動的迷離。暖暖、小雪、大喵一行人正帶着設計師茶話會的工作人員們，沿着海崖洞穴邊緣前行。確認決賽場地的示意，消失了幾日的拉梅爾此刻卻不在工作人員之中。他站在安妮身後，從海崖上遠遠注視着眾人。安妮令這場圍繞美的競逐提前失去了懸念。拉梅爾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再履行評委的職責了。他對其餘選手毫無興致，其中固然不乏技藝精湛者，亦不乏勤勉的愚鈍之人，可他們的美依舊是單調的，只有那個黑裙葉地的身影不同。拉梅爾收回視線，看向前方的安妮，他想對安妮進行側寫是一件困難的事情。安妮會在看見花海與晚霞時駐足，對這些美麗展露出溫柔的眼神，下一刻卻又抽離。他既熟悉這裡，又對此處毫無留戀。他認為這片大陸是美麗的，但他對世界的震撼又仿佛出於一位禮貌的過客。種種跡象都表明，他不屬於這裡。在他的設計師之影中，蘊含着一整個世界毀滅的力量，也不會是這個時空的產物。你覺得你是美的那一方嗎？安妮微笑了一下，她黑色的裙擺隨風而動，像已被深海和夜色反覆淬煉過，展現出催生萬物的斑斕。那個世界的你也說過一樣的話，另一個世界的我，你在自己的世界也認識我嗎？他想繼續追問，可安妮已經收回目光，像是意識到自己說多了，又或者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不值得繼續回答。於是他離開了。海風捲來不屬於這片大陸的冷冽。拉梅爾站在原地，目送那抹黑色沿着岩基向前，他是來尋求成為安妮的同盟的。但安妮的話語卻使他陷入了更深的不解與焦灼。星夜主神的代行者究竟是誰？這個困擾了他許久的問題，此刻變得前所未有的迫切。這種渴望得知真相的心情，已經在他死水般的生活裡消失太久了。自己已經受夠平庸世界的輪轉了，能改變一切，讓他獲得新生的機會就在眼前，卻又似乎永遠無法涉及。安妮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？另一個自己又是什麼樣的？盤橫於腦海中的謎題令天才學者不知所措。下意識的，他想像以前一樣，用學術與研究來使自己短暫從煩悶中逃離。近日，媒體看到了關於溫特門海岸異常現象的調查簡報。
海面連續出現璀璨到失真的極光，海中生物的棲息、捕食與遷移規律全部被打亂。其餘大自然協會幾次組織調查都沒有明確進展，只能草草結尾。旁人看見這樣的報道，大概會歸咎為又一次無法解釋的異象。拉梅爾卻難得的被勾起了好奇，他本就對動植物和異常生態抱有興趣。每當這世界變得太過喧嘩，他便會一頭扎進另一個足夠複雜的領域，像潛入水裡的人避開漂浮在表面的喧囂。於是拉梅爾沿着偏遠的海岸行走，搜尋着異象的蹤跡。一股莫名的吸引力正從深海之下悄然傳來，他的腳步好像被什麼牽引，不知覺地向海中走去。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？還有說星夜主神到底是誰？星夜主神不就是暖暖嗎？難怪這一次的活動的套装是海龙套，就是海馬的一種，就是這一个。温特蒙異常不就是之前那個龍藏閣那一次嗎？不知道的各位可以看這一集，這2集都有吧，因為剩下的我還沒有發呢。那麼繼續，奇異生物到底看到了什麼生物啊？本該沉在海底緩慢爬行的貝類和軟體生物浮上水面，在礁石被引處擠成濕淋淋的一團。遷徙時期和這季節完全相悖的海鳥，也在海岸上空來回盤旋，像被什麼東西引得躁動不安。拉梅爾看着不斷翻湧的海水，極光的顏色映入其中，把色藍染成虛幻的碎色與銀白。下一秒，一大群銀白色的小魚自那片幻彩中游溢而出，銀色的靈光繞着它盤旋閃爍。海面下似乎有一股令人親近的氣息正誘捕着它，而環視的魚群就是應其感召而來的使者。答案就在海底。這荒謬的念頭帶着越來越深的真實感，海底的呼喚與引力層層暈軟疊加。拉梅爾終於邁出了一步，海灘邊只剩下一串很快就會被浪抹去的腳印。他無聲沉入了那片過於燦爛的大海。我一直沒有找到那個能讓我的腳步停下，能讓我追求一生的事物。我的餘生都要耗費在一個早已看見盡頭的泥灘裡嗎？我是否應該對這個世界繼續抱有期待呢？總有一天，那份震撼我的極致美麗，那讓我覺得這裡就是氣息之所的存在，會再次出現在我的眼前嗎？不知為何，負極着麻木情緒的話語傳遞進他的腦海，而海面之上的風浪聲在入水後的瞬間就被全部隔絕了。魚群環繞在拉梅爾身側，它們不再像岸邊時那樣急躁，反而異常安穩，只在拉梅爾四周保持着恰到好處的距離。它們拂過他的肩與手臂，輕輕搖擺尾巴，像一圈圈會發光的引路燈。向前的越深，色彩就越稀薄，最終濃黑吞沒了鋪張而絢爛的世界。所以那點出現在海底盡頭的藍色光點顯得格外突兀，小到像拉梅爾的視線被黑暗壓迫太久後生出的錯覺。隨着他繼續靠近，那點光越來越亮，在一片深黑的海底中央緩慢躍動着。魚群像完成使命一般散開，紛紛隱沒進周圍的黑暗。於是拉梅爾向那點藍光游去，周圍只有斷裂的礁塊，被潮流反覆磨平的鹽床，而在那鹽床之上，入目只有被細沙般淹着的深白，一具屍骸。他的血肉早已被啃食殆盡，只剩下被海水長久浸泡的深白骨架。肋骨微微張開，像癱倒後仍勉強維持形狀的拱頂。頭骨空洞的眼窩望着前方，拉梅爾和他的眼眶對視，而後又將目光落在心口的位置。那點藍光就棲息在那裡，那是只會發光的奇異生物。
它的最背伸着細小枝杈，如同植物新抽的嫩芽，在水流裡輕輕舒展。胸前與尾巴是葉片的形狀，半透明的邊緣使它擁有了琉璃的質感。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其大陸族群的譜系，動物以植物，海洋以陸地的意象，同時矛盾地出現在它的身上。它沒有自身的心跳，卻仿佛寄居在深海的心窩裡，一片一張一息，形態異常，來源未知，只將這具屍體當作了巢穴。受極光和異界能量影響的概率極高，能主動吸引甄別目標，說明它至少具備某種判斷能力。胸鰭輕輕移動，那生物自屍骸心口游了出來，眼睛同拉梅爾相對，停在他伸手可及的位置。海底寒冷的近乎令人麻木，可發着光的它周圍卻溫暖無比。那暖意如同有心跳的活物會產生熱量，為拉梅爾驅散了海底的寒冷。你究竟是？下一秒，那東西主動貼上了他的掌心，在接觸的一瞬間，深海的黑暗居然單散。屍骸魚群、沙石、冷水都在這一刻被飞速抽遠，整個世界被壓縮成一條顫動不已的細線，而細線的另一端似乎牽引着未知的龐然大物，如同一個世界沉重的命運。拉梅爾來不及做出任何判斷，只感覺自己被一股力量直直拽入其中，坠入意識的幻境之中。啊，这該不會是跟焦點星有關係嗎？好像從頭到尾都是畫面的感覺，完全沒有對話的感覺。還有那個東西，奇異的生物是什麼東西？為什麼會發光？是從哪裡來的？還有我們去哪裡了？我們還在忙着工作嗎？那麼接下來是一個很深奧的東西。他說不要哭，怎麼這一集先不要哭啊？來吧，不要哭戲。是一個殘破不堪的世界，鋼索的尖底傾斜活入浪尖，彩窗在衝擊下炸裂成斑斕的碎屑，長廊、石柱皆在毀滅中一根根斷折。所有本該被人震撼的工藝，令人驚訝的歷史，以及一切偉大造物，此刻都沉入那片無形的海。從設計與工藝的角度看，這個世界是精巧的、壯麗的，但很可惜，他們坍塌時並不比廢料更高貴。拉梅爾看着這場鋪天蓋地的毀滅，覺得興味闌珊。在宏偉的人類文明毀滅時，也就失去了被世人稱頌的價值。這與他所來自的世界並無二致，他並不覺得這樣的世界是美的。下一刻，視野輕輕一晃，拉梅爾發現自己飄游的意識附到了一個人的身上，他瞥見了飄散在胸前的一縷紅髮。看來，這就是愛你口中的另一個世界的我。意識像沉入溫水的顏料，一點點散開交融，失去邊界。對方赤裸地撥開了自己的記憶，邀請他前來共賞。於是他理所當然地順着那道裂口潛入，開始沉靜地體驗另一個拉梅爾的人生。無形的海水瘋狂地侵蝕着這片大陸，每一天都有新的人死去。各國日日播報新的災情，新聞主持人依舊辭令體面，政客們在明亮會場裡討論如何保全領土，學者則激烈討論永遠懸而未決的逃離方案。災厄步步逼近，拉梅爾依舊在西西雅設計學院任教。難民湧來，學院草坪上鋪滿了臨時搭起的帳篷，走廊裡擠着睡不着的人。拉梅爾依舊按時上課，照顧職務，按時在學生們拙劣的稿子旁邊寫下毫不留情的評語。他已不在意這個世界的死活，又或許他也與所有人一樣，只是努力讓自己顯得尚且從容。終於，在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，
災難集中爆發了，天幕徹底被撕開，玄幻的海潮如巨潮般拔地而起。拉梅爾站在學院的塔樓，看見天邊翻湧的黑海與扭曲的極光，然後他出現了。那並非慈悲的神蹟，而不是在萬眾的祈禱之下出現的救贖之光。少女單薄的身影立於狂潮前，她一襲黑裙像葉從海底被整片扯出，抵抗毀滅的力量在她手中顯得迅速又爆裂。一切本該終結於此的事物，都被她強行重新判定了命運。浪頭在她面前深深停下，斷裂的建築被她的力量硬生生拽住復原。奔跑的人群仰起頭，臉上浮現極度的敬畏與狂喜。拉梅爾失語，怔怔看着這一切。原來美是猙獰的，是殘酷的，這樣的美能夠拯救世界。不知多久過後，在惡止息，無數人湧上前去，想靠近這位如神明般的救世主，但他卻就此離開。混亂的人群以晃動的鏡頭短暫地追上了他的身影。就在那幾秒被推進的畫面裡，即便他仍然神色堅毅，拉梅爾還是捕捉到他的眼角一閃而過的視痕。他正想探尋更多，可畫面已然切斷，止於空蕩蕩的街道。拉梅爾站在原地，靜靜回憶着那些聖書上不同神話中神明落淚的原因。神明哭了，在一個凡人死後，他哭泣，因為他被死亡刺痛，想要分擔人類所有的悲傷。神明哭了，他進入這座城市之時，就遇見了其毀滅的命運，因憐憫而悲泣。神明哭了，他背負世間的苦難和裁判，卻又因心存恐懼而泣哭，祈求天父將其撤去。拉梅爾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傳說來概括自己看到的場景。沒有人類聖典中天罪的神性與悲憐，好像只是一個弄丟了最寶貴的東西的小孩。腦中存在的知識讓他無法與神明共情，他無法順利完成側寫分析。新世界的君主，你究竟為何哭泣呢？不要哭泣。拉梅爾產生想要對他這樣說的衝動。他甚至未曾深思，身形便已穿過喧囂顛沸的人潮，本能的發動能力追逐着那抹如燦星般璀璨的漆黑身影，直至真的立於他身後。他自覺無法理解神明的痛苦，但僅僅是靠近這位改寫了他美學認知的存在，一種令他指尖發麻的雀躍便席捲全身。於是他露出了真心的笑容，試圖讓安妮知道他方才展露的奇蹟何其壯麗。不要哭泣，在不可抵擋的毀滅前，你勾住了猙獰恢宏的美。你太棒了，你是這個世界的神明，你把新的命運帶到了這個停歇的世界。你簡直就是美的暴君。什麼東西啊？美的暴君啊！猙獰的世界啊！還有剛才那個是暖暖嗎？是暖暖嗎？那好像是黑化的感覺，不是，好像是溫柔的黑化，還是說是上個周年那個說是星夜主持的那個暖暖？就是這一集是嗎？不懂，來吧，最後一集秀實之星。秀實是什麼？那場災厄結束不久後，安妮成為了統治奇蹟大陸的唯一的美，而拉梅爾是最早站在安妮身邊的人。世人歌頌她，畏懼她，仰賴她，也試圖利用她。奇蹟大陸各國的王權、貴族、學會、幸存者組織，眾人像被狂潮捲到同一處的浮木，在新的秩序面前，或順從，或遲疑，所有人都想從這場秩序結構的重塑中再次分得一塊位置，於是紛紛向安妮提出請求，提出構想。安妮抱着一個拉梅爾沒有見過的玩偶，看向遠方的天幕，她哼着歌，不久後才開口：拉梅爾，你的請求是什麼？
拉梅爾思考片刻，我想做一名学者。你这要去創造一個新的時代，我想要學習它，記錄它，以令停歇世界繼續向前的真正的美終於出現了。它再也不用等待未知的可能散發光芒了。世界迎來了巨變，而他終於可以貪婪地在安妮的美之下重新成為一名純粹的學者。安妮靜靜看了他片刻，她有點無法理解拉梅爾強烈的效忠。對拉梅爾而言，神明創造了一個美麗的新世界，而他就像剛出生在這個世界上一樣，求知若渴地想要了解這個世界，這就是他的慾望。拉梅爾幫助安妮做出刻薄的側寫，告訴她這些依附者誰只是在恐懼，誰在準備着逃跑，誰在觀測着變動的風向。他們看起來並非真的對你忠心耿耿，甚至充滿疑慮。安妮一點都不在意。拉梅爾無法理解這種寬容，直到有一日，一批人表示拒絕接受他的庇護，逃向了世界邊緣的海。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意識對抗衰竭的世界，試圖找到絕對秩序之外的活路。結果並不意外，海毫不留情地吞掉了他們。一切發生得很快，毫無意外的結果。拉梅爾的目光從那些消失的背影移開，卻見到安妮露出了複雜而悲憫的神情。不要！他的手已經抬起來了，像是還想再去拉住誰，可最終他什麼也沒能捉住。或許這就是自己與神明的差別，自己目視愚昧之後無法再保有足夠的耐心，但神明每時每刻都在與眾生同悲同喜。接下來這樣的世界層出不窮，但很快無一例外的結局和代價讓所有人都明白了唯一的選擇。世界的衰竭不可避免，唯有在安妮的庇護之下才可以活命。於是安妮的美迎來了繁榮的圓寂。拉梅爾仍然是他最忠誠的幕僚，在對神明所創造的新世界的學習中，他逐漸知道了許多事情，知道他並非第一次抵達這片大陸，他已經一次次走過相似又不同的路，知道他與原本來處的聯繫已斷裂，他獨自對抗世界崩壞的每一秒，都要消耗巨大的近乎可怖的力量。他想要為安妮做更多的事，但安妮並不需要，她仍然孤單零落。拉梅爾客觀地學習着新世界的一切，他相信安妮改變了他，他仍然不愛大多數人，仍然會對愚蠢和庸俗感到厭煩，但變化仍然在他無知無覺時發生。某一天，當他經過那些殘破的塔尖、倒伏的橋樑、斑駁褪色的牆面，經過那些在他曾經看來荒謬平庸的文明殘片時，他覺得這似乎沒那麼不堪。曾經有人在這裡生活、爭執、相愛、創作、歌唱。安妮為了這些瑣碎庸常的事物，一次次把自己釘在了世界的十字架上。或許安妮已經在漫長的光陰裡模糊了自己的初心，但終究還是有什麼東西通過那份想要拯救的心情傳達給了拉梅爾。哪怕這世界大部分時候都無聊、笨拙、錯落百出，它依舊會在某些不可預料的瞬間誕生出一點火花。充滿鏽跡的心再度開始輪轉，他看向自己海中的倒影，看到了陌生的帶着溫度的淺笑。所以這一次的故事幾乎全部都是對白嗎？在講述着另一個時空的拉梅爾，所以那個安妮可能就是在某個時空的暖暖。我有點搞不懂啊，這個會不會跟這一次的周年慶有關係呢？不懂，反正這個是一個非常深奧的問題。大家覺得這一次的活動故事怎麼樣？我是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。總結就是呢，本來去當評委的，可是呢，途中發生了一些事情，讓拉梅爾覺得這個世界上好像沒有什麼值得讓他很新鮮的事情。但是唯一讓他感覺新鮮就是那個安妮，然後安妮呢，好像知道另一個時空的拉梅爾，所以呢，
拉梅爾在追蹤那個海洋的那些異變的時候呢，他的意識來到了異世界，附體在異世界的自己的身上。然後呢，他就看着這一切，然後就講述了在平行世界的自己發生的一切，都是毀滅的世界啊！這個世界除了毀滅還是毀滅嗎？沒有比較好一點東西嗎？好像說呢，有一個平行世界啊，沒有毀滅這件事情，只有美好的事情，也應該不會這麼做吧？好吧，那麼這一次的活動故事就是結束了。喜歡這支影片的話，記得下方留言、按讚、分享出去，還有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，打開我新的小鈴鐺哦。那麼拜拜。